This documentary may contain footage of strays in distress or injury. Please watch with discretion. 什么？什么？医院的小姐姐把小猫提溜了进去，小猫真的很瘦，拎起来小小的一只。小猫真的很瘦，拎起来小小的一只。医院的小姐姐告诉我，前几天小猫一直生活在垃圾桶旁边。前几天小猫一直生活在垃圾桶旁边，眼睛可能是太近的发炎了。如果要传染病检查需要250，如果要传染病检查需要250，因为我们有6只小猫猫瘟，因为我们有6只小猫猫瘟。最近这病手头真的有点紧，其实我有点不太敢给他检查，因为如果查出来，就又是一笔很大的费用，而且我们必须要对这个猫负责到底。说实话，我们现在手头上的病猫，还有11只，真的已经到达极限了。但是看着它一遍一遍的给自己顺毛，小心翼翼地缩在角落里，真的有点心酸。这里我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，还是准备咬咬牙做一个检查看看。但是医院的其他工作人员已经下班。一问，原来250是呼吸道检查的钱，猫瘟加呼吸道加新宠到家的检查一起450，没有猫瘟加呼吸道加新宠到家的检查一起450，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先把小猫带回家，先给它。小猫的状态很不好，眼神看起来灰扑扑的，没有精神，脸上也不知道粘的什么，擦也擦不干净，手上还沾得像脚底还是一大块泡泡糖，尝试了给它水，它也不喝，身体折叠起来。不过好在拿针筒给它打，它还是喝的。小家伙看起来很渴，一直乖乖的非常配合，流浪了这么多天，终于喝上了干净的水。这里给它喂了一点羊奶和罐头，加了一点点消炎的药。小家伙应该是饿了很久，一直疯狂的进食，没一会儿盘子里的食物都被它吃完了。全部忙活完已经是凌晨了，没有笼子，我把它关在了航空箱里，准备明天一大早再带到小院去隔离。早上一觉起来，水和粮消耗了不少，但是没有排泄物，我很担心。小家伙的眼睛肿了，就这样可怜巴巴地望着我，平静地等待着自己命运的到来。我想他在垃圾桶前已曾一遍遍地期望有一个人能把他带回家吧，所以他表现得很听话，生怕再次被丢下。这里给猫猫上了眼药水，猫猫也一直乖乖的很配合，开始往猫猫的饮食里添加消炎补充营养的东西。猫猫的状态也一天比一天好，这样它没地觉，还是超级萌的。吃饱喝足，开始主动找人类互动。尼尔是个爱干净。
可是我都不能睡，还在睡。我过来了，我喜欢恢复正常，眼睛睁开了。这个是动了，我在这里睡，黑爬的风咕噜噜。是不是力气？力气可以。现在已经2:18了吧？你早上不睡前还没睡觉啊？都3点多了，没睡吗？别。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。辛苦了，宝宝。